过这么神经病的婆婆，不讲理又抠门，这破地方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赶紧收拾东西走，再也不回来受这份气。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你妈什么态度？好，没见过这么对亲儿子的，你们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。行，我们走，你们就在这破房子里自生自灭吧。我是个有边界感的人，今天过来就是专门给你们立规矩。有边界感的儿媳一进门就给我和老伴儿立了几百条规矩，所以我不可能叫你们爸妈，只能叫你们叔叔阿姨。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打我电话，你们也别生气，我没恶意，这就是我的习惯，我对任何人都这样，人相处有边界感才是最舒服的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重生了，但这刚过门的儿媳还是这副德行。穿越前，老伴儿突发心梗。郑军！打完120后，我给住在隔壁小区的儿子打了电话。妈，你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现在是晚上，不要打扰我们一家3口的亲子生活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喂，小月阿姨，能不能别这么烦？早知道你们守不住边界，我就不该把电话号码给你们。搅到我和王阳离婚，你们就高兴了？郑军，小月，别生气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越来越没边界，直接拉黑他。你爸心梗走了。什么？那以后谁来接聪聪上学？你又不会开车。我的儿子也死了。小月，我爸妈不是那种老古董，一定尊重你的习惯。爸妈，你们还磨叽什么啊？赶紧答应啊！王阳，上一世我阻止了想要发火的老伴儿，笑着应和下来，总想着家和万事兴，尊重年轻人的生活习惯，却害了自己和老伴。当然，这是你们小夫妻自己的事儿，你们决定就好。那这辈子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边界感。叔叔阿姨真明理，有些规矩我就一次性说完，省得以后闹得不开心。第一，不要随便打我电话，我也不会加你们的微信，毕竟叔叔阿姨本质上对我来说就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，没必要有过多牵扯。第二，你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也别让我认识。说到底，我只是嫁给了王阳，没有嫁给你们全家，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。昨天是大姑吧，拉着我胳膊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，我受不了，麻烦能帮忙转达，街上见到了最好连招呼都别打，我这人不喜欢不熟装熟。你大姑心疼你们刚结婚不容易，在街上看见你们，立马给你们塞了个5万的红包，你们收了红包一句感谢都没有，倒是反过来嫌弃上人家拉你胳膊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没经过我同意就碰我，就是没边界感。接着说，第三，以后过年我是不会和你们一起过的，我有自己的爸妈，王阳愿意的话，他回来就行，我反正不会回来。第四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晚上7点之后不要给王阳打电话，他虽然是你们的儿子，但现在也是我的丈夫，我还是希望他以小家为主。妈，还是你比我爸强多了。爸妈，那我们先回房休息，做好饭叫我们吃。说完了啊？你们立了规矩，这个边界那个边界的，我们肯定遵守，但我们也有些边界，你们肯定也能做到吧？第一，叫不叫爸妈去谁家过年，这些我们都无所谓，亲戚什么的，你们年轻人没感情，我们理解。你们同事朋友的红包你们自己收着，其他亲戚给的红包得还回来，我们也不图你们的钱，特别是小月特地让我转达给大姑的话，我肯定带到，但大姑私下塞的5万红包也得还回去，毕竟陌生人的东西最好还是别拿，这能做到吧？我无所谓，别来沾边最好。第二，有边界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住在一起。之前我和你爸3催4请，你们才愿意住进来，婚礼反正也结束了，你们现在就收拾东西搬出去吧，饭你们也别在家吃了，大家一起用筷子，口水都要混到一个盘子里，太没边界感了。你们不会不想搬吧？
你刚才立规矩的时候，不是说了边界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？你们小夫妻不会觉得这里住的舒服，不打算搬了吧？或者住到最后，逼我们老两口主动搬出去，再霸占房子？行，我现在就走。谁稀罕待在这破地方，谁就待着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明知道小月脾气急，还故意气她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们天天挂在嘴边说要讲边界感吗？我和你爸2个人住惯了清静日子，可不敢有半点马虎。万一哪天不小心踩了你们的边界，让你丢了媳妇儿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好，你等着。对小月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毕竟她说的也没错，我没生没养她，对她本来就要求不到什么。但王阳那真是耗尽心血，这一个白眼狼我是彻底不打算要了。秀梅，你怎么手这么凉？别气了，气坏你自己身子可怎么得了？还好郑钧还活着。秀梅，你是不是在跟儿子他们赌气？没有，之前不还是你劝我的吗？说他们过得好，我们老两口怎么都无所谓。你不是最喜欢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吗？先让他们住一段时间，如果再嫌这儿嫌那，就随他们搬走。市中心不是有一套小点的婚房吗？我看他们可没想过搬出去，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又有规矩立着，不让咱说他们一句。咱俩在自己家生活，还得处处陪着小心。穿越前，他们一边说要有边界，一边不经我们同意，对我们的房子东砸西改。小月，这是王阳他爸最喜欢的书房，你怎么说砸就砸了？你的房子里连衣帽间都没有，我以后怎么住？你们要让我住进来，就得按我的心意来。阳台上的花呢？那是你婆婆照料了好几年的花。都扔了，放在家里又土又脏，以后家里不准出现这种东西。我们当初买了一大一小2套房子，原本就是一套留给杨洋当婚房，一套我们自己住。那套小一点的婚房，改天过户给他们吧，让他们搬出去，也算随了我们当父母的心愿。郑钧，这2套房子是我们辛辛苦苦攒钱买的，我绝不会把我们的家拱手让给这群白眼狼。好了，老头子，他们既然要独立，咱们做父母的哪能打击孩子的信心？房子不用过户，钱也不用给，都是快40岁的人了，让他们自己闯吧。走，时间还早，咱们去医院做体检。老伴儿，太好了，医生说你心脏没事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这下我可算能放下心了。我就说我身子骨硬朗得很，你偏要瞎担心。哎，对了，也不知道小月和王阳去哪儿了。这么大人了，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。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我看啊，他们最好别回来才是正经事儿，省得回来又给我们添堵，吸我们的血。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们回来连家门都进不去，你们连把钥匙都没给我们留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，我们可是你们的儿子儿媳，连家门都不让我们进。你们进什么门？搞清楚了，这房子是我和你爸的，又不是你们的家，凭什么给你们留钥匙，让你们进门？穿越前，谁让你们不打招呼就来的？还有没有点边界感了？王阳，这房子还是我跟你妈买的，我们都不能回自己家了吗？以前是你们家，现在这里是我和王阳的家。我没走是给王阳留脸，你们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你不是要边界感吗？这是我的小区，谁让你不打招呼就进来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要边界感，我们守。你们自己的边界感呢？合着规矩只约束我们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真的要把我和小月赶出门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儿子离婚，再也不进你家的门？你是嫁给王阳，又不是嫁给我们，你爱离不离？走，郑娟，咱们去散心。好久都没这么放松的散心了。是啊，以后咱们多散散心，身心舒畅，身体健康。这门锁怎么被卸了？你们还知道回来？这拆门花的钱别忘了给我报销，听见了没？我好不容易才把小月哄回来，你们快去买点菜，做几道小月爱吃的，好好哄哄她。算了算了，等会儿出去吃也行。妈，你现在就进去给小月赔礼道歉，你再不道歉，她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这次可真要搬走了，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
妈，你疯了，打我干嘛？王阳，你怎么和妈妈说话的？你妈打你怎么了？王阳，我和你爸平时就是太给你脸了，让你对父母都呼来喝去。小时候没好好教你讲话，尊重长辈是我们的错。以后你再这样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妈，你闹这么一场，不就是想让我和小月搬回来和你们住吗？我刚和小月商量过了，先陪你们住2个月。虽然说家人间要有边界感，但也不能太生疏。小月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知道阿姨是孤儿，喜欢一大家住在一起，我们就先住着吧。反正一个屋檐下，只要有彼此的边界，我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停！妈，我现在就喜欢和老王2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。我发现你们说的特别对，边界感真的很重要。我也是向你们学习了。一上午收拾行李，就只收了一个书包。你们不会从头到尾都不想搬吧？还是你们的边界感就是喊喊口号，既想让父母给你们当牛做马，又不想父母说你们一句？真想让我们走？好，赵秀梅，你别后悔，我现在就走。没见过这么神经病的婆婆，不讲理又抠门，这破地方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。赶紧收拾东西走，再也不回来受这份气。妈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对你妈什么态度？好，没见过这么对亲儿子的。你们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。行，我们走，你们就在这破房子里自生自灭吧。那2个孩子不懂事儿，咱们犯不着跟他们置气。我不气，我想通了，白眼狼是喂不熟的，只要咱俩好好过，比什么都强。好啊，咱可说好了，要一起活到99岁，一起躺在床上手牵手离开。你放心，我很大方。你先咽气儿，我晚1分钟跟着，绝不让你害怕。好。王阳和小月那性子，肯定不可能就这么乖乖离开。他们现在说不定就在背地里打什么小算盘呢，憋着坏，想从咱们这儿捞好处。你一会儿可别又心软了。这一次，他们一点都不可能从这个家里拿走一样东西。想再吸咱们的血，没门儿。王阳，你妈这是什么态度？再这样我们就真的离婚。老婆，消消气儿。我妈现在赶咱们走，以后还不求着咱回来？我可没那么好说话，她求我就得回来。算了，正好这次分开，咱们去度蜜月。这些钱足够咱们玩一阵子了，再换辆车，你放心，我妈肯定会求着咱们回来。这还差不多。到时候她想让咱们回去，就得拿好处出来，不给钱不给东西，咱们坚决不回来。妈，你跟我爸在家好好反省，想想到时候怎么跟小月道歉。站住！哼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晚了。你不是作吗？你们现在就算跪下来求我们，哭着喊着让我们留下，我们也不会住的。赵秀梅，你以后别想抱孙子，想都别想。我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哄的，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。等我和王阳度假回来，你们再来好好表现。一对跳梁小丑，还想着去度假。我还真是个失败的妈妈，竟然养出了如此愚蠢、贪婪又自以为道的白眼狼。这话只能威胁在乎你的人，我不在乎，你爱生不生。你们背包里装了什么？都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干什么？你大姑私下给的红包，我和你爸给你们买的5金，总共几10万，都在这个袋子里吧。你们人可以滚，但是我和亲戚们给的东西都得留下来。妈，赵秀梅，今天把事儿做这么绝，扣下我和小月所有东西，是不是真想跟我断绝母子关系？你最好想清楚，一旦撕破脸，你以后老了病了，休想让我床前尽孝。就是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现在把事儿做绝，以后别跪着求我们回来，赶紧把包还给我。断就断，你以为我稀罕你这种白眼狼的尽孝？这种毫无分量的威胁，对我根本没用。你瞎说什么？你疯了吧？那都是我们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扣着不给？我这是让你们俩好好学学什么叫边界感。包里的5万块是大姑给的，
金首饰是我和王正军掏钱买的，跟你们这两个满嘴喊陌生人的家伙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们私带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那就是贼，是明抢。赵秀梅，你说谁是贼？我们是你儿子儿媳，拿家里点东西怎么了？这叫资源共享。你个老太婆，太刻薄，太恶毒，你就是个心理变态。你给我闭嘴！啃老还啃出理了？没经过我们同意拿就是偷。平时吃我们的住我们的，现在连脸都不要了是吧？爸，你吼什么吼？我们是你们唯一的指望，拿点钱怎么了？你们的钱早晚不都是我的？哎呦喂，老王、秀梅，这是咋了？我们在楼下就听见动静，吵得整栋楼都不得安生。李叔、陈阿姨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帮我们评评理。我和小月想搬出去独立生活，我妈非但不支持，还扣下我们的行李和贵重物品，还骂我们是贼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！是啊，陈阿姨，我们就想要点年轻人的边界感。叔叔阿姨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啊？凭什么理？王阳，你少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你们俩自私贪婪，天天趴在老人身上吸血，整个小区谁不知道？就是，平时看你们把老两口当免费保姆使唤，我们邻居早就看不下去了。现在还有脸恶人先告状，真把大家当傻子骗呢。王阳，你装什么大孝子？你忘了去年你妈急性阑尾炎住院，疼得直打滚，医生催着交手术费救命，你呢？老李给我作证，你拿老王给的救命钱，转头给你媳妇儿买了限量版名牌包。要不是老王大半夜挨家挨户敲邻居的门，低声下气借钱，你妈连手术台都上不去，早就没命了。我要是有你这种畜生儿子，早打断狗腿扫地出门，还容你在家大呼小叫。那包是我结婚1周年纪念日必须买的，那是王阳亲口答应我的。再说了，阿姨最后不是也没事吗？我们家的闲事儿轮得到你们外人来管吗？哼，外人，你们不是最讲边界感吗？现在秀梅老王不认你们，我们就管管你们这两个无赖，你们就是社会毒瘤。你们两个老东西，我真是给你们脸了！你们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这房子有我一份，轮得到你们管我？就是两个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。我们住进来是给你们面子，还敢对我们指手画脚，真是活腻歪了。王阳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养你30年，居然养出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还敢骂我们老不死的！今天我就没你这个儿子！逆子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们没对不起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和小月再也不准踏进这个家门一步，给我滚！好，谁爱待着这儿啊？小月，走，这破地方我1秒都不待。赵秀梅、王正军，你们别后悔，等我住大酒店吃香喝辣，你们磕头求我，我都不回来，你们等着孤独终老。求你，我巴不得你们死在外面，别脏了我的地盘。秀梅，刚才骂的解气，可王阳是你亲骨肉，血浓于水。等他花光钱吃了苦回来闹，你当妈的肯定又心软。老李、陈姐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会心软，因为王阳根本不是我们亲生的。什么？不是亲生的？秀梅，你别气糊涂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郑军是化工教授，早年在实验室护设备受了严重辐射，没法生育。王阳是我当年为了圆他一个完整家，瞒着所有人从孤儿院领养的。我们掏心掏肺养了他快30年，买房买车娶媳妇儿，仁至义尽。他早已成年，法律上我们没任何抚养义务。从今往后和他再无瓜葛，此生不复相见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这小子天生白眼狼，骨子里就坏。这下我彻底放心了，没血缘的累赘断得越干净越好。秀梅、老王，你们这是被坑了30年，现在醒悟一点不晚，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换锁师傅吗？立刻来光明小区3栋2单元换最高级的指纹密码防盗锁，一点缝隙都不留。
你这步走得太对了，换了锁就是断了他最后一丝念想，看他还怎么来纠缠。大姐，这锁装上没您指纹密码，谁都进不来。就要这个效果。以后这个家只有我们2个人，再也不会被外人搅得鸡犬不宁。还是大酒店舒服，那2个老东西的破房子又小又破，狗都不待。咱们就在这享受，点最贵的客房服务。我赌你妈明天一早就哭着求我们回去。老婆，别拍了，交完押金，咱俩身上就剩几百块了。这套房一晚好几千，明天12点就要续房，我们拿什么付钱？你说什么？就剩几百块？王阳，你耍我呢？我们不是还有钱吗？之前拿的那些钱早就花的差不多了，本以为回来能再捞一笔，谁知道他们根本不吃这套。几百块够干什么？1晚房费都付不起，你是不是傻？早知道没钱，我干嘛要来住总统套房？现在怎么办？明天被酒店赶出去，我们睡大街吗？我也没想到我妈会这么绝情，她以前从来不会不管我，肯定是暂时气头上。等我再给她打电话，她一定会心软给钱的。心软？你妈今天把事做那么绝，她能心软？我看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连自己爸妈都搞不定。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，她不可能真的不管我，我们是母子，她就算不心疼我，也得心疼未来的孙子。您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。赵秀梅居然不接你电话！王阳，你这个废物！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！我们现在身无分文，连酒店都住不起，你说怎么办？王先生，押金已扣完，今日房费8800，需立刻结清，无法支付，请马上退房。催什么？我是大老板，还差这点钱？只是银行卡限额，你们就这么对待贵宾？叫你们经理来。保安部，前台有人拒付房款，拒不退房，请过来处理。王阳，你磨蹭什么？赶紧给你妈打电话要钱！真想被赶到大街上要饭吗？慌什么？我妈就是拉不下脸，晾了一晚上，她现在肯定急疯了找我们，看我拿捏她。立刻给我微信转2万块，再买好菜来酒店给小月道歉。昨天的事就算了，不然我和小月这辈子不踏你家门半步。王阳，早知道你们这么没边界感，我当初就不该给你手机号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让你打钱。你们不是天天要边界感吗？陌生人之间不能随便要钱，这2万块你们自己去挣。我跟你爸把你拉黑了，以后别打电话了。解气，太解气了！憋了这么久，终于彻底清静了。老伴儿，记着，不是我们离了他们活不了，是这2个吸血鬼离了我们连1天都活不下去。我都听你的，以后咱们再也不被他们拿捏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将您拉黑。拉黑了！你被你妈拉黑了！王阳，你个废物！你不是说你妈会跪着求我们回去吗？现在房费付不起，我们要被赶出去了！不可能，她肯定是气糊涂了，她不可能真不管我。我再打，我再找她。没钱装大款，浪费时间。收回房卡，请他们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别碰我的东西，我自己会走。我的包，我的首饰全完了！穿的光鲜亮丽，竟然是付不起房费被赶出来的。一把年纪还啃老，离开爹妈活不了，真丢人。小月，快给你爸妈打电话，先借5000块救急，总不能睡大街。凭什么找我爸妈？都是你妈害的！都什么时候了还置气？赶紧打！妈，我和王阳遇到难处，借我5000块好不好？借钱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是老王家的人，找我要钱讲不讲边界感？我是你亲女儿，我都没地方住了，你还说边界感？彩礼1分没给你带回，这就是边界感？我打麻将呢，别打来了。都怪你，你个窝囊废，连你亲妈都搞不定，害我流落街头，我瞎了眼才嫁你。你疯了吧你！
你娘家不也一样吗？一毛不拔，还跟我讲什么边界感？小月，你怎么了？吃坏东西了？王阳，我例假推迟半个月了。两道杠，我怀孕了！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妈做梦都想抱孙子。这下他们必须乖乖交出钱和房子。走，现在就回去。我不光要钱，还要市中心的大平层。不过户给我，我就打掉孩子。老婆，一会儿到家你就端着架子，千万别给好脸色。他们要是敢不低头认错，不掏钱赔罪，咱们立马就走，半分钟都不待。还用你提醒？赵秀梅那个老太婆昨天敢骂我是贼，把我东西全扣下。今天就算她跪在地上给我磕3个响头，端茶倒水伺候我，我都得好好考虑原不原谅她。必须的，这次咱们拿着他大孙子呢，拿捏的他死死的。不光要让他道歉，还得把市中心那套大平层婚房立刻过户到你名下，就当是给你的孕期精神损失费。他们再也别想管咱们。你还算有点脑子，光有房子可不够，以后每个月还得让他们交1万块钱营养费，再雇个保姆专门伺候我。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他们的亲孙子，他们敢不答应？肯定答应。我妈做梦都想抱孙子，之前天天念叨，现在咱们给她送来了，她不得把咱们当祖宗供着？之前受的所有气，今天咱们全都加倍讨回来。就是，等咱们住进大房子，拿着他们的钱，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。边界感，到时候我让他们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，之前的规矩全作废。看我的，我直接开门进去，吓他们一跳。估计他们现在正坐在沙发上抹眼泪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就等着咱们回来呢。快点开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可不想在这破楼道里多待1秒。怎么卡住了？这破锁是不是又生锈了？以前一拧就开啊！你干什么吃的？开个门都磨磨唧唧，废物一个！起开我来！王阳，你眼瞎了吗？这根本不是原来的旧锁，是全新的密码指纹锁，赵秀梅居然换锁了！指纹错误，不可能，他绝对不敢换锁，肯定是你看错了。指纹错误，请出示。开门！赵秀梅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居然背着我偷偷换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你儿子王阳，你连亲儿子都不认了吗？赵秀梅，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们王家的孙子，你敢不开门？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就把孩子打掉，让你们王家断子绝孙！你快开门！我们知道你在家，你换锁有什么用？我是你养大的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都怪你！你不是说你妈肯定服软吗？不是说她盼孙子盼疯了吗？现在换锁了，我们进不去了。你这个没用的窝囊废！你冲我喊什么？当初是你说拿怀孕能拿捏他们，是你非要回来要房子要钱，现在怪我？王阳，你敢推我？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开门！赵秀梅、王正军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赶紧把门打开！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你，爸，我和小月在外面吃不惯，特意回来陪你们吃顿晚饭。你们老两口平时多孤单啊！我们这是在尽孝道。就是，阿姨，这红烧肉今天怎么做的这么咸？下次少放点酱油。对了，为了方便照顾你们，我们决定搬回来住。妈，你别板着脸了，我知道你换锁是生我的气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去配2把新钥匙给我们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以前的事翻篇了。翻篇？你们私自闯进我的房子吃我的饭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来尽孝。王阳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不仅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蠢到骨子里了？妈，你说话别太难听了，我怎么白眼狼了？你们结婚的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哪一样不是我和王正军出的钱？
你们现在跑回来，不就是因为在外面付不起酒店的房费，走投无路了来蹭吃蹭喝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赵秀梅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和小月今天能委屈自己，回到这个破老小的小区来陪你们吃饭，已经是给了你们天大的面子。我们就因为小月刚进门的时候立了点规矩，讲了点年轻人该有的边界感，你们就翻脸不认人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连家门都不让亲生儿子进，你们是不是非要搅黄我的婚姻，逼我离婚，看着我打一辈子光棍才甘心？就是啊，现在网上的专家都说了，没有边界感的原生家庭就是有毒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过就是想建立一个健康的小家，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控制欲，反而把我们的行李扔出来。也就是王阳脾气好，还愿意叫你们一声爸妈，换做别人早去法院起诉你们遗弃了。哎呦，爸，你发什么神经？烫死我了！你简直是颠倒黑白，丧尽天良！你所谓的边界感，就是对我和你妈索取无度。要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提边界感？要房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提边界感？我们老两口甘愿付出，连句指责都不能有，稍微不顺着你们的心意，我们就成了有毒的原生家庭。我哪有索取无度？那都是你们当父母自愿给的，别人家的父母还能给儿子全款买别墅呢，你们就给了个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还好意思天天挂在嘴边邀功？自愿，好一个自愿！你35了，吃我们的，喝我们的，你的车贷每个月5000块钱是谁准时打到你的卡里？你结婚的彩礼30万是谁掏的？你带着小月去欧洲度蜜月的10万块钱，又是谁拉下老脸去跟亲戚借的？妈，你看我爸，他怎么能这么算计亲儿子？一家人把钱算得这么清楚，每一笔账都记着，这还有什么亲情可言？妈，你快管管我爸呀！王阳，你爸刚才说的不够准确，你不只是个废物，你还是个敲骨吸税的吸血鬼。你打我！从小到大我闯再多祸，你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我，你今天就为这点破事儿，居然动手打我！妈！你打我！从小到大我闯再多祸，你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我，你今天就为这点破事儿，居然动手打我！赵秀梅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老公！我现在就录像报警，告你家暴，我要让你去拘留所蹲几天。家暴，你尽管报，警察来了正好，看看你们这两个被拉黑的陌生人是怎么私闯民宅砸我家门的。这一巴掌是替我和你爸打的，我早就该打醒你。若不是我次次替你兜底，你也不会变成一事无成只会啃老的白眼狼。你给我滚！带着他立刻滚出我的房子！好，赵秀梅、王正军，你们够绝！你们不认我这个儿子，就别想要亲孙子。你们老王家的香火，今天就断在自己手里。看清楚了，我怀的是你们老王家的种。你刚才打王阳，万一我下掉孩子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赵秀梅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跪下道歉，明天把市中心婚房过户到小月名下，再拿50万营养费，不然这孩子就没了。你们等着绝后！赵秀梅，把你的臭脚拿开！你踩的是你们老王家的金孙，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孙子，这就是免死金牌！你再敢嚣张半步，我明天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，
直接扔在你家门口，让你一辈子良心不安。打吧。你这个恶毒的老太婆，居然敢糟蹋我的孩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妈，你们老两口省吃俭用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抱孙子吗？现在孙子就在小月肚子里，你别跟我摆硬气。今天晚上你必须给我和小月磕头道歉，乖乖把市中心的婚房过户到小月名下，少一步都不行。你要是敢不答应，我们立马就去医院。这根香火，咱们老王家就别想要了。秀梅，要不咱们……不可能！只要我们后退一步，他们就会把我们往死里逼。免死金牌，老王家的根，你是不是网上的毒鸡汤喝多了，把脑子喝坏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赵秀梅，那是你的亲孙子，你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要了，你就这么冷血无情吗？我是个最讲边界感的人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你和王阳的小家私事，跟我赵秀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这个被你们喊陌生人的婆婆绝不插手，更不会管。想用一个还没成型的胚胎换我市中心价值500万的房子，小月，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。愿意生就生，愿意打就打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。愿意生就生，愿意打就打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疯了，你是真的疯了！我居然连自己的孙子都不管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你就是恶婆婆，天底下最狠心的婆婆！我要去小区曝光你，我要让所有人都骂你！尽管去曝光，正好让所有人看看你们两口子拿着孩子当筹码，敲诈父母房产钱财的丑态。赵秀梅，你简直冷血！你是没有感情的怪物！你连亲孙子都不管，你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妈，你今天敢赶我们走，我明天就去法院告你，去居委会曝光你，让全小区都骂你是恶毒婆婆。尽管曝光，不过先看看这个租房合同，你拿这个干什么？你们想住市中心大平层婚房，可以，我租给你们。租？赵秀梅，那是王阳的婚房，我们住自己的房子还要交租金。租？赵秀梅，那是王阳的婚房，我们住自己的房子还要交租金。房产证是我和王正军的名字，买房钱是我们老两口掏的，跟你们半毛钱关系没有。市中心大平层，月租至少1.2万，给你们打折，每月1万，押1付3，共4万。签字交钱就给钥匙，不签我立刻租给别人。交租金？你做梦！我1分钱不给，我现在就搬进去，我看你敢把我怎么样！小月，你天天喝毒鸡汤，把公婆当仇人，张口闭口边界感，一提到钱财房子边界感就全没了。既要我们出钱出力，又要我们闭嘴挡鸭巴，天底下的好事全让你们占了。你说话别太难听。但是我不恨你，只恨自己没教好儿子，养出了王阳这个白眼狼。这一次，你们休想再吸我们的血，不签合同就立刻滚蛋。好，赵秀梅，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秀梅，不好了，挂在墙上的那串钥匙不见了。哪串钥匙？就是市中心那套婚房的备用钥匙啊！肯定是被王阳那个逆子刚才趁乱偷偷拿走了。这下完了，这小子偷了钥匙，肯定连夜带着小月搬进去了。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他们一旦住进去，咱们总不能真的抱紧抓亲儿子吧？秀梅，要不大不了就这样让他们住吧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就当破财免灾了。破财免灾，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买的房子，凭什么让这2个贼住进去享受？就算他们偷偷搬进去，也绝对住不安稳。喂，赵阿姨您好呀，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房源要关照小李啊？小李，市中心锦绣花园那套大平层你还有印象吧？当然有印象，那可是核心地段的优质房源啊，南北通透，现在市场价已经比您刚入手的时候涨了整整300万呢。赵阿姨，您是打算出租吗？不租，我要卖掉它，立刻马上挂牌出售。卖？嘿呦，赵阿姨，
太英明了，那套房子只要一挂出去，绝对是抢手货。您放心，我明天一早就把房源信息推到首页。秀梅，你来真的？那可是500万的房子啊！老王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吸我们的血，谁也别想拿捏我。小李，你听好了，价格好商量，但我要求全款，而且越快成交越好。明天我就去你们门店签委托协议。没问题，赵阿姨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怎么样？这就是咱们的新家。哇，王阳，这房子太气派了！你看这大落地窗，你看这真皮沙发，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啊！赵秀梅那个老太婆居然一直把这么好的房子空着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那可不，这可是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段，当初买的时候就花了好几百万。我妈那个老古董懂什么享受？老婆，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这套房子就是咱们俩的了。老婆，你就在这安心养胎。我太了解我妈了，赵秀梅昨天晚上就是死鸭子嘴硬装腔作势罢了，她骨子里就是个传统的老女人，做梦都想抱孙子。现在你怀了老王家的种，那就是拿捏她的7寸。那我就可以安心养胎了。哼，算你聪明，知道把钥匙偷偷拿出来。不过王阳，我可提前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就算赵秀梅明天哭着喊着来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轻易原谅她。那是自然，老婆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怎么能轻易原谅？等这孩子一生下来，不，等我妈知道咱们住进来了，她肯定眼巴巴的跑过来看孙子，到时候咱们连门都不给她开。第一，必须把这套房子的房产证改成我的名字，而且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第二，赵秀梅昨天居然敢打你，还敢骂我，她必须带着50万现金亲自跪在这个客厅里给我磕头认错。对，必须磕头。第三，我怀孕之间不能闻油烟味，赵秀梅必须每个月花1万块钱给我请个高级金牌保姆。如果她想亲自来伺候我，那就得看我的心情。我让她往东，她绝不能往西。她要是敢顶嘴半句，我就立刻带着孩子回娘家，让她这辈子都见不到亲孙子。老婆，你这招太高了！有了这个孩子，赵秀梅和王正明那2个老东西，以后就是咱们免费的提款机和老妈子。赵阿姨，这2位是张老板和老板娘，这2位可是出了名的爽快人，做建材生意发家的大老板，实力雄厚，为人豪气。他们对您那套锦绣花园的大平层非常感兴趣。是啊，大姐，我们买房子是为了痛快，不是为了买麻烦。几百万砸下去，里面有人站着不走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这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吧2位老板，既然你们是爽快人，我也绝不拖泥带水。这套房子市场价现在是530万，我今天直接给你们交个底线，500万，一口价成交。我直接给你们降价30万。500万，大姐，你这降价幅度是不小，现在就能成交？我只有一个条件，这500万必须是全款，今天下午就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。没问题，现在就能成交。但我不瞒你们，房子现在住了2个无赖，他们就是私闯民宅的贼。这30万的差价就是我给2位老板的清理费，里面的无赖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自己想办法出去。好，大姐，你这脾气对我的胃口够狠，够绝。30万清理2个小瘪骚，这买卖太划算了。大姐你放心，对付这种不要脸的无赖，我们夫妻俩最在行。敢占老子的房子，老子保证把他们像扔垃圾一样，连人带东西直接从窗户扔到大马路上，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。好，成交。王阳、小月，你们不是想要大平层吗？我今天就送你们一份大礼，希望你们能接得住。王阳，你别打你那个泼油漆了，你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了，外卖盒都长毛了，你还不赶紧去扔掉？你想把你儿子熏死啊？扔什么扔？没看我正打屯战吗？再说了，以前在家里这些活不都是我妈干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倒过垃圾？你还提你那个恶毒的妈？这都3天了，她居然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来。以前只要我稍微皱一下眉头，她就上赶着端茶倒水做饭，跟个奴才似的伺候的妥妥帖帖。现在倒好，咱们住进来了，她居然真能狠下心不管咱们死活。
赵秀梅这次怎么这么沉得住气？难道她真连亲孙子都不要了？不可能啊！听见没？听见没？肯定是赵秀梅那个老东西憋不住了，上门来求咱们了。快去开门！记住，待会儿他不跪下磕头，你千万别让他进来。这次我非在他们身上薅一层皮下来不可。没50万，这门他别想进。赵秀梅，你现在知道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没个50万，你他妈谁啊？王先生是吧？我是锦绣花园的物业经理。物业来干什么？这套房子已经拖欠了整整1年的物业费，总共18000块钱。我们之前一直在联系业主赵女士，但电话打不通。既然你们现在住进来了，那就赶紧把这笔钱交了。什么？18000的物业费？你们抢钱啊！这房子是我妈的，你们找我妈要去，凭什么让我交？你们住在里面，享受着物业服务，我不管房子是谁的。今天下午5点之前，如果这笔钱还不打进物业账户，我们立刻采取措施，直接给这套房子断水断电。到时候你们就在这垃圾堆里摸黑过日子。断水断电，那怎么行？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！你赶紧给你妈打电话，她是不是存心想恶心我们，故意不交物业费的？这个赵秀梅，赵秀梅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凭什么不交物业费？物业现在要断水断电，你想饿死合死你亲孙子是不是？你现在立刻马上把18000给我转过来！王阳，你带着媳妇儿私自撬锁住进别人的房子里，这太没有边界感了吧？什么别人的房子？这是我的婚房，你亲口说我给我的。我不交物业费，是因为那套房子昨天下午就已经不是我的了，而且我已经把它卖了。祝你们和新房房主相处愉快。王阳，你说话呀！你妈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叫房子卖了？她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房子卖了？她是在吓唬我们，对不对？全完了！赵秀梅那个疯婆子，她真干得出来！她肯定是把房子卖了，难怪她这3天不管不问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套房子都守不住。现在物业要断水断电，我们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你让我肚子里的孩子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老婆，现在骂我也没用啊，咱们得先解决眼前的危机。你快给你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先打2万块钱过来，把物业费交了。只要咱们赖在里面不走，新房主也拿咱们没办法。我打，但这笔钱算你借的，以后连本带利必须还给我家。妈，你快救救我！我和王阳快被人逼死了，现在连水都喝不上了。你能不能先借我2万块钱交个物业费？2万？小月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前几天借5000我都没给，现在你张口就要2万。妈，我怀孕了，你外孙快渴死了。这套大平层只要我们能守住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了。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怀孕关我屁事儿！你是老王家的媳妇儿，怀的是老王家的种，找娘家要钱养婆家的房子，你连这点边界感都没有吗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老娘生你养你一场，彩礼1分没拿到，你现在还想回来吸老娘的血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哼！你都怪这个窝囊废！你妈是个恶毒的神经病，害得我被我亲妈骂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冲我发什么疯？你亲妈不也是个见死不救的老畜生？你们全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吸血鬼，还拿边界感来堵我！尊敬的业主，您尾号为房号的物业费18000元已成功缴钱，水电已恢复正常，感谢您的配合。老婆，你快看，物业费交了，水电恢复了。谁交的？咱们没交钱。还能有谁？肯定是我妈赵秀梅交的。
我就说他是在虚张声势吧，什么把房子卖了，全都是吓唬咱们的。他肯定是怕饿死渴死他的宝贝孙子，偷偷把钱交了，想给咱们个台阶下。算那个老太不识相，不过交了物业费就算完了，没门儿！他不亲自拿50万来磕头，这事儿没完。老公，钱交完了，赵大姐给的这30万差价赚的真轻松。走吧，老婆，咱们现在就上楼去验房。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小瘪三敢占老子张大彪的房子。你们两个是谁？瞎了你们的狗眼了！连门牌号都不看就敢往里闯，知道这是谁的房子吗？敢私闯民宅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去蹲大牢？就是，看你们穿的土里气的，是不是装修工人？赶紧滚出去！弄到我们家，你们赔得起吗？瞎了眼，看瞎了眼的是你们这两个小畜生！老娘花500万全款买下来的精装修大平城，才过了3天，就被你们这两头猪霍霍成垃圾场了。 500万买的，你这大妈是不是想房子想疯了？这房子是我妈赵秀梅给我买的婚房，房产证上马上就要加我老婆的名字了。你们想坑死也换个地方，赶紧滚！你不要过来！ 你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报警了！在老子的房子里撒野，老子打死你个不长眼的小瘪三！ 别打，大哥，别打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别打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。这房子真的是我妈的，肯定有误会。妈，救命啊！妈，快来急救花园救我！有2个黑社会冲进家里要杀我！你再不来，你儿子就要被人打死了！ 妈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快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！你快打电话报警，快把这2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我要让他们赔我100万的医药费！我看是你疯了吧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儿子都被人打得吐血了，你为什么不报警赶他们走？既然你来了，你亲自给他断了这个念想。 这房子，昨天下午我已经全款卖给这2位老板了，现在他们才是这套大平层真正的主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500万的房子，你怎么可能1天之内就卖掉？我不信！赵秀梅，你骗人！你就是不想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肚子里可是有你们老王家的种。 你敢把房子卖了，我就死在你们家！500万，一分不少，已经躺在我的银行卡里了。过户手续白纸黑字，具有法律效力。王阳、小月，你们的美梦彻底碎了。 赵大姐，这2个无赖一口一个妈的叫你，他们到底是你什么人？要是真有亲戚关系，我们动手赶人也不好收场啊。李老板，你们多虑了，这2个人对我来说只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而已。毕竟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必须要讲究边界感的。
我赵秀梅没有这种入室盗窃的儿子和儿媳。好，既然是陌生人，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带着你的垃圾，给老子滚！我的名牌包，我的化妆品，你们这群强盗！这是人吃的，15块连肉都没有。我嫁你住破屋，没好衣没大平层，倒了8辈子霉。老婆先将就，我们只剩176块，下月房租都没着落。凭什么我省？要不是你妈赵秀梅卖500万房子赶我们，我怀着金孙，现在该吃海鲜住大平城。老婆别气，家族群说我妈下周610大寿，过生日，赵秀梅那老抠门，顶多在老破小煮面条。不是在家，大姑订好场地了。王春香那个土气大姑，顶多街边小馆子摆2、3桌。不是小馆子，大姑包了市中心帝豪5星级酒店顶层宴会厅，光鲜花布置就几10万。帝豪5星酒店，包1整层，1晚上要上100万，你大姑疯了？哪来这么多钱？大姑本来就有钱，帝豪酒店是她的产业，身价几亿，给我妈办寿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啊！哎呦，疼！松手，耳朵要掉了！你这个废物，故意瞒我！王春香是亿万富豪，开5星酒店，结婚这么久你一字不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大姑平时穿的普通，我也是刚知道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真是瞎了眼，难怪结婚他随手给5万红包。我们家是有规矩的，你给我塞红包干嘛？走开！我当时疯了，居然嫌亿万富豪没边界感，把5万块机会扔了。早知道他有钱，我天天给他端洗脚水。不能全怪我，是你自己立规矩，说亲戚都是陌生人，你就不能小点声吗？你还敢顶嘴？有钱人的边界感就是用来打破的，你害我错失攀附富豪的机会。你大姑有钱又看中你妈，这场生日宴是我们翻身的唯一机会。怎么翻？我妈把我们拉黑了，我们没请柬。没请柬怕什么？我肚子里是老王家金孙，这就是通行证。寿宴当天直接去帝豪，当着所有亲戚跪下哭，逼他吐500万卖房钱，还要大姑给我安排酒店总经理位置，拿捏住寿宴，我们下半辈子不愁。老婆，寿宴当众闹事太冒险，砸了大姑场子，他叫保安赶人，我们连王家门都进不去。你个软骨头，富豪最怕家丑外扬。我们举断亲书逼宫，赵秀梅为了脸面只能妥协。春香身价1万，根本不在乎500万，他只会嫌赵秀梅丢王家的脸，必交出钱和房。钱到手，谁管穷亲戚怎么看？对，他死要面子，必须做白纸黑字的断亲书，当众甩他脸上，逼他下不来台。没错，做巨型的，越大越醒目。趁广告店没关门，连夜赶制。老板，加急做 KT 版断亲书，现在就做，钱不是问题。做什么内容？要多大尺寸？断亲书2米高，1米宽，字体最大加粗，越醒目越好。少废话，我念你排版。标题：断绝母子关系协议书，赵秀梅立即过户500万房产，连50万孕期赔偿。加一句，拒绝条件当场断亲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赵秀梅休想再见亲孙子。老婆，这板子够大，往宴会厅一立，赵秀梅肯定下腿软。那是自然，有这杀手锏，她必妥协。咱们马上就能摆脱这破出租屋。嫂子，寿宴都备妥了。王阳问酒店地址，要带小月来。这俩白眼狼肯定闹事儿，我让保安封门。这两个畜生，绝不能让他们搅了寿宴。我马上打电话让保安轰走他们。急什么？保安拦得住人，拦不住他们造谣污蔑。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他们拿捏咱们。他们也配拿捏我？无非是借人多，用脸面和亲情逼我妥协。告诉春香，别拦他们，让大堂经理把他们请到最显眼的位置。秀梅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想闹大，我就给他们搭戏台，正好借寿宴，当着全族的面除掉这颗毒瘤。我早已备好万全之策，下周寿宴就是他们身败名裂的死期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嫂子，王阳带小月撬了你们市中心的房子，强行住进去。要不是你果断卖房，那套大平层早被糟蹋了。秀梅，你对王阳掏心掏肺，他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连家门都敢砸，这种不孝子就该送派出所。你们老两口就是太好脾气，小月一进门就立规矩，不准打电话，不准串门，分明把你们当提款机。各位亲戚，家门不幸，我们养他30年，仁至义尽，从今往后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嫂子，郑君放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谁敢在寿宴撒野？王阳赶来，我立刻叫保安把他乱棍赶出去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今天是我大寿，大门敞开迎客，王阳小月赶来，就让他们进来。我倒要看看这对丧家之犬能唱什么戏。大姑，您今天太漂亮了，这气场比电影明星还耀眼。大姑，您渴了吧？我给您倒大红袍，也就您这样的亿万富豪才配喝这种好茶。大姑，喝杯茶润嗓子。我早跟王阳说，王家全靠您撑门面，以后我和王阳全仰仗您提携，哪怕当大堂经理我也干得漂亮。老李，让后厨把葱烧海参撤了，换成嫂子最爱的清蒸东星湾。今天菜品必须最高标准。好嘞，春香董事长，您考虑的太周到了。大姑，我是小月啊，王阳的媳妇儿，怀着老王家孙子呢。哪来的野鸡？满身劣质香水味，熏得我头疼。我只有一个嫂子，一个大哥，你这种白眼狼也配叫我大姑？赶紧滚，别脏了我的酒店。一对蠢货，真以为有钱人的大腿好棒，你们的贪婪在春香眼里一文不值。今天就看你们怎么作死。都给我闭嘴！赵秀梅，你今天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当着全家族的面跟你彻底断绝母子关系。
我说到做到。都看清楚！赵秀梅，你见死不救，敢偷偷卖我婚房！今天必须把另一套房产过户给月月，再转50万现金，少1分都不行！各位长辈快做主啊！赵秀梅穿金戴银在5星酒店过寿，却逼得我们住漏水地下室。我怀着老王家金孙，他居然卖了婚房，是要饿死我们母子啊！不赔钱不过户，这事儿没完！王阳，你不要脸！你妈养你成人，买车买房，你居然在她大手上敲诈，50万加一套房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插嘴。赵秀梅能在这摆阔，凭什么不给我钱？放屁！这酒店是你大姑包的，你妈没花1分钱。你们这两个吸血鬼，连亲情都不顾，畜生不如！你少装好人！今天不答应，我们就签断亲书，跟老王家一刀两断，让全家族都看看你是逼死儿媳妇的恶婆婆！你这辈子都别想见亲孙子！看什么看？今天不签字过户，你脸面就彻底丢尽了。就是，你最爱面子，不拿50万，明天全家族都知道你连亲孙子都不要，你敢不答应？脸面，亲戚情分，你们太高估自己了。你们以为我的脸面值50万、500万？你什么意思？老刘，把你口袋里的黑色记号笔借我。真签了！你怎么敢？你不要亲孙子，不要脸面了吗？亲孙子，脸面，签了这份断亲书，才是保住老王家最后的脸面。我绝不允许别人说我养出2个敲骨7岁的白眼狼。好，秀梅填的好，这种白眼狼早就该断了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拿断亲书威胁人，结果傻眼了吧？保安，保安呐，把这2个要饭的连同这块破板子一起扔出酒店，以后敢靠近饭户，直接打断腿。是，董事长。各位长辈，求你们给我这个走投无路的孕妇评理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嫁进王家尽心伺候公婆，如今怀着王家子嗣却被赶出家门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婚房被偷偷卖掉，我怀着孕只能住漏水地下室，吃冷饭剩菜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子啊！各位长辈看，醒月怀着孕伤成这样，都是为了求我妈给条活路。我们拿断亲书不是真要断亲，是走投无路了。我妈手握500万卖房团独吞，不认亲生儿子和亲孙子，我们流落街头，她却在5星酒店摆寿宴，天理何在？秀梅，你太过分了！年轻人不懂事，怎能把怀孕儿媳赶去地下室？那是王家的骨肉。孩子快起来，地上凉！你手里有钱，拿点安顿他们很难吗？何必这么冷血？就是，再大的矛盾也不能跟孕妇置气，万一流产，王家脸面何在？
秀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她怀孕了？看她伤成这样，就算有错，也得看在孩子的份上退一步。今天是你60大寿，闹出逼孕妇的丑闻，王家脸往哪儿搁？先拿几10万平息风波。郑军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地上是你亲孙子，赶紧劝秀梅拿出50万认错，别再僵持。我知道，可秀梅她……妈，求您救我和孩子，我撑不住了，孩子要保不住了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我们走投无路了，求您劝劝我妈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赵秀梅心太狠，求您可怜我们。郑娟，快劝劝秀梅，别闹出人命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是啊，为了王家伤口，替孩子求个情，让秀梅退一步。郑军，别磨蹭，再不我亲自说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这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，全都给我闭嘴！各位亲戚，春香，你们别再被他卖惨的虚伪模样骗了。你们只看到他哭得可怜，却不知道他刚进王家，立了多少奇葩规矩，做了多少过分事儿。老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奇葩规矩？小月刚过门第1天，就拿了一本这么厚的规矩册，砸在我和秀梅面前，要求在家吃饭必须分餐，必须用公筷，嫌我们老两口口水脏，要求晚上7点之后不准给王阳打电话，不能打扰他们的私人空间。更过分的是，要求我们在家走路不能出声，咳嗽要捂嘴，亲戚上门串门必须提前3天向他报备，不允许谁都不能踏进家门。我们所有亲戚都是陌生人。什么？亲戚上门还要报备？嫌公婆口水脏？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儿媳妇？这哪里是娶儿媳妇，这分明是请祖宗！哎呀，我们刚才真是瞎了眼，居然还同情这种人。秀梅和老王是多厚道的人啊，能把他们逼到卖房，小月在家还指不定怎么折磨2位老人。这怎么可能？郑军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上个月我偶遇王阳和星辰他们刚结婚，当场给了他5万块红包。他当时接过红包，笑得开心，一口一个大姑叫得亲热。怎么转身就立规矩不准亲戚上门？不是的，大姑，各位亲戚，别听公公瞎说，是张桂梅逼他污蔑我。我双方是尊重长辈，怎么可能立那种规矩？爸，你为了帮我妈推卸责任，居然编谎话。小月这么柔弱，怎么敢立规矩？你拿证据来，没有证据就是血口喷人。我被冤枉了。要证据是吧？好，今天我就让全家族看清他的真实嘴脸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对满嘴谎言的夫妻到底是什么肮脏货色。各位睁大眼睛看大屏幕，看看这对满嘴谎言的夫妻在家的真面目，看看小月的边界感到底有多肮脏。我有边界感，家里不准随便打电话，吃饭必须分餐。你们家穷亲戚没有允许，不准说上门，搞坏规矩我就离婚。拿走你的破烂水果，别弄脏我家地板，以后别没事来烦我。你大姑真是土包子，出手大方，拿了钱就装作不认识，免得拉低我档次。这种暴发户不配跟我来往。全是装的，双标到骨子里。刚才还心疼她怀孕，真是瞎了眼。对不熟的白眼狼，拿春香的钱还骂人家土包子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不配进王家。公婆羞辱亲戚，这种人根本不配王家的孩子。这是他的边界感，我们花自己退休金都要被骂，这就是王阳娶的好媳妇，我养的好儿子。你这个贱人，白眼狼！我
当初瞎了眼才心疼你们，给你们红包，拿我的钱还骂我土包子！你们的边界感就是认钱不认人。今天剥完你们一层皮，我王春香名字倒过来写。大姑，监控是假的，是赵秀梅合成的，我无辜的。妈，我们错了，求你给我们留脸面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们这种人也配要脸面？全家族都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，戏该演完了。拿着断亲书，立刻滚出我的寿宴，永远别再出现在老王家人面前。滚出去！别脏了这里的地，也别污了我们的眼。以后再敢纠缠秀梅和老王，我们绝不饶你们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两个废物拖出去，滚远点！秀梅，是我糊涂，刚才没弄清情况就逼你，委屈你了。不怪你，都是这两个白眼狼善于伪装，今天也算彻底清净了。秀梅，以后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你看那两口子嘛，太双标了，简直看不下去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太过分了！各位看清楚，这5万块是春香当初给小月的结婚见面礼，今天我替这两个白眼狼如数奉还。春香，你给他们的人情，我今天彻底还清。从此，咱们之间关于这2个人的人情债一笔勾销，互不相欠。嫂子，这钱是我给孩子的，跟你无关，犯不着替这2个畜生还。必须还。小月要边界感，嫌你是陌生人，陌生人的钱就不能拿。小月，你怀孕后，我特意找香港顶级珠宝大师，花几十万定制了一枚竹金镶祖母绿的长命线索，打算孩子满月时送给他。可现在我看清了你们的本性，你们不配得到王家的庇护。这份金锁大礼我当众取消，就算扔进黄浦江，也不给你们留一根金丝。不要，那是我儿子的金锁，你说是我的，你不能取消。不要跟他们来往，都怪你这个蠢货，非要立规矩，惹怒了大姑，几十万的金锁没了，你赔我！你敢打我？窝囊废，是你大姑抠门不给，凭什么打我？你个臭婊子！以后再敢纠缠秀梅和老王，我们绝不饶你们！保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2个废物拖出去，扔远点！嫂子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。今天这事儿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清了人情，断了孽缘，以后咱们都能清静过日子。秀梅，以后我一定护着你，再也不让你受委屈。好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非要来闹寿宴，现在被人赶，你满意了？你还好意思怪我？要不是你没用，连亲妈都拿捏不住，我们能落到这地步？保安，立刻把这2个闹事的疯子清出宴会厅。董事长，我们马上处理。看清楚，赵情书上签字了，他们跟王家毫无关系，根本不配留在这场亲戚专场寿宴。把这2个陌生人连同这块破耙子一起扔出去！别敢碰我！我是王家明媒正娶的儿媳，怀了王家亲孙子，你们没资格赶我！赵秀梅，我孩子要是有好歹，我做鬼都不放过你！我不走，这是我亲妈的寿宴，就是我的家，你们敢动我，我就告你们故意伤害，让这破酒店关门！动手！按董事长的命令，直接清场。放开我！
放开我！妈，你真不管我了吗？拖得好，这种无赖就该这么治，敲诈不成被扫地出门，大快人心。呸！他拿孩子当挡箭牌，这种毒妇生的孩子也是祸害，赶紧滚出王家视线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直接报警抓人，滚远点！赵秀梅、王春香，你们当众羞辱我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不是在乎名声爱装好人吗？我一定要毁掉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抬不起头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赵秀梅、王春香，你们卖我房子，当众羞辱我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老婆别闹了，断亲签贴了。大姑下了禁令，咱们只剩17块钱，连地下室都租不起，先找乔通躲雨吧。躲，你就只会躲！害我们落到此地的是赵秀梅，今天的仇我必报，必毁了她的名声。毁他名声？他有钱有势，咱们连饭都吃不上，怎么斗？你不懂。他越有钱越看重脸面，这就是软肋。网络时代，毁一个人只要一部手机，网民就爱看恶婆婆欺负孕妇，他们不在乎真相，只在乎情绪。网上曝光他，可咱们先逼他签断亲书，监控还在他手里。闭嘴！咱们不说，没人知道监控的事儿，就编说赵秀梅是刻薄恶婆婆。我拍视频呼诉，说我怀了王家孩子，赵秀梅为抢我陪嫁房，把我赶出门，让我大雨天流落街头。网友会信吗？我现在这模样足够惨，又真怀了孕，女网群天生同情孕妇，卖惨必能煽动人心。视频发酵后，网友会人肉他、骂他、拉横幅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抬不起头。好，他不给我活路，我也不让他好过，现在就拍。各位网友，救救我这个孕妇！我叫小月，怀孕3个月。我婆婆赵秀梅是富豪，就因为我多吃了一口饭，她毒打我，把我扔到大街上，她抢走我的钱，逼我老公离婚。大雨天我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我和孩子快被逼死了！求大家转发曝光，帮我和孩子讨回公道。拍好了，太可怜了，网友肯定信。老婆，视频发完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走，跟我回娘家。王阳，你给我听好。进门后闭紧嘴，少说话，多装可怜，绝对不能让我爸妈看出我们被扫地出门，身无分文，不然我妈肯定骂死我们。我知道，老婆，我绝不乱说话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弄成这副要饭的样子。是想博同情？妈，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没地方去，想回来住几天。受委屈？
当初跟王家闹断亲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在婆家混不下去，被赶出来，才想起娘家，晚了。为什么要去得罪婆家？有没有想过，好好的日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知你们能过来，但你们这么大的人了，净想着投机取巧过日子。你们哑巴了，说话！想在这儿住，可以。从这个月起，每月交3000房租，伙食费另算，水电费平摊。我们老两口是死工资，没义务养你们闲人。爸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们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连打车钱都拿不出，您宽限我们几天。爸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这种话你说了多少次了？哼，暂时可以住在这里，但你们一定要自力更生。爸，您别生气，3000块房租我们一定交。我明天一早就找工作，发工资立刻补房租，家里的活我全包。爸妈，我也都能干。最好说到做到，让我看到你们有所改变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连个地都擦不干净。小月，你回去歇着吧。妈，我没事。哎，你去歇会儿吧。妈其实也不忍心让你干活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想想，你今天的局面是什么情况造成的？妈，我错了，我马上洗干净。累死了，这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，把我们当免费佣人。你就是个没用的男人，连3000房租都赚不到，让我挺着大肚子在娘家受委屈。老婆，我也在干活，从早到晚一口水没喝，地板都擦3遍了。干活，干下人的活有什么用？都怪赵秀梅，要不是她卖了房子赶我们出来，我们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？那能怎么办？我妈签了断亲书，全家族都看着，咱们跟老王家没关系了。她握着500万，不会管我们死活。没关系，你是不是傻？那破 KT 版断亲书就是废纸，根本没法律效力。真的没用。可当时白纸黑字，我们都签字按手印了。当然没用，你当法院是赵秀梅开的，法律不认私人断亲协议，血缘断不了。我怀着老王家唯一的亲孙子，他必须抚养我们，给生活费、营养费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可我妈态度决绝，大姑也放话，见我们就打。去要钱被保安打怎么办？王阳，你想想我们现在过的日子，天不亮就干活，
被我爸妈呼来喝去。我们这么惨，全是赵秀梅害的。她拿着500万吃香喝辣，眼睁睁看着亲孙子受白眼，良心过得去吗？对，那500万本就该给我结婚用，房子是我的，凭什么他独吞？对，他这么对我们，我们也没必要跟他讲什么情面了。所以你必须主动出击。就是，我是他亲生儿子，他凭什么这么狠心？他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那500万本就有我一半，我明天就去小区闹，就算闹到警察局，也必须把钱弄到手。不拿到钱，我誓不罢休。赵秀梅，你给我出来！别躲在里面装死！我知道你在家，赶紧开门！今天这事没完！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断亲书早已签清，房子我也卖了，我跟你们2个陌生人毫无瓜葛，立刻滚出这栋楼！我们来干什么？赵秀梅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肚子里是老王家的亲骨肉，是唯一的香火。你作为亲奶奶，必须养我们的娃。你握着500万卖房钱，每月必须按时打生活费、营养费，1分不能少。法律规定，长辈要抚养下一代。今天不拿钱，我们就不走。天天堵你家门口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各位街坊邻居，快来评评理呀！这个刻薄长辈眼睁睁看着我怀着孕流落街头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拿着500万享清福，对我们母子不管不顾，太狠心太没天理了！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婆婆？今天你必须给说法，把属于我们的钱吐出来！居委会拉横幅闹到你原单位，让你身败名裂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秀梅，天凉地专凉，孕妇坐地上容易出事儿，要不先让他们进屋，关起门商量。是啊，秀梅，家丑不可外扬，闹得整栋楼不安生也不好，给点钱打发算了。闹，好啊，你们随便闹。去居委会，去单位，去报警，我赵秀梅随时奉陪。我倒要让大家看看，签了断亲书被家族赶出去的陌生人，有什么资格敲诈我的养老钱？想拿孩子要挟我，做梦！你们今天就算死在我家门口，我也1分钱不会给。赵秀梅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小月，你怀着孕呢，千万不能动手，还住手！别再编造谎言，道德绑架，流落街头全是假话。寿宴上你们已签断亲书，具备法律效力。签字起，我们再无关系，你们就是陌生人，别想用孩子要挟我。你胡说，断亲书没用，我怀王家骨肉，你必须闭嘴！我清楚你们的算盘，就是想抠走我500万卖房款。我从前心软纵容，换来的
是你们把我和老伴儿当奴隶，无休止索取，稍有不顺就打骂榨干我们。赵秀梅，你毒妇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毁了你的名声，网上曝光你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对，你做事做绝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500万你别想花安稳。我等着，看你们两个废物能耍什么花样。我绝不退缩，绝不重演前世悲剧，拼上这条老命，我也要跟他们斗到底。硬的不行，咱们就来软的。网友最吃卖惨这套，他们只跟风同情，根本不查真相。老婆，你的意思是，在网上曝光我妈？对，你今晚回去立刻写篇小作文，你把自己塑造成被抛弃的可怜丈夫，把我写成无家可归的孕妇，就说赵秀梅狠心弃养，不管亲孙子死活，把我们赶出门，让我们街头挨饿受冻。可是我们签了断亲书。你不提谁会知道？发完作文，花钱雇水军带节奏，舆论一发酵，赵秀梅必被网暴，她只能低头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各位网友，我是走投无路的丈夫，妻子怀孕3月，被我母亲赵秀梅赶出家门。停，写的太干，不够惨。加这句：赵秀梅霸占婚房，拒付生活费。大雨天，我妻子蹲路边喝雨水充饥。好，加喝雨水充饥。老婆，不提啃老撒泼断亲书，网友查出来怎么办？网友没闲心查真相，这篇作文全是煽情，赵秀梅冷血的帽子。我转2000上水军，今晚必须把推文顶个热门。老婆，冲上热搜了，冲上热搜了！老婆，冲上热搜了，冲上热搜了，全是骂他的。你看，有人扒出他小区地址，就是泼红油漆。这么大舆论压力，他撑不过明天，一早必定跪着求我们删帖，乖乖送钱来。水军带节奏，卖惨写小作文，王阳、小月，你们也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从你们上门撒皮，我就料到你们会走网暴这步棋。你们想玩舆论战，想把事闹大，那我就陪你们玩。等真相大白，我看你们怎么承受反噬。致命反击现在才开始。你们想玩舆论战，想把事闹大，那我就陪你们玩。等真相大白，我看你们怎么承受反噬。致命反击现在才开始。热搜挂了一整天，赵秀梅半点反应都没有。以什么名义起诉？他装死没用，网暴不管用，咱们就上法律手段。你立刻找律师起诉赵秀梅，以抚养费、营养费的名义往高了索赔。传票一到，他躲不掉，索要30年抚养费、孕期养费，金额往高了要，直接告到他服软。索赔赵秀梅30年抚养费100万，孕期赡养费50万，预支赡养费50万，总计200万。没问题，这官司能赢吗？传票一到，老年人必定慌神，赵秀梅绝对会掏钱和解，你等着收钱就行。你是谁？敢私闯民宅？我是王阳代理律师，这是法院传票，他起诉你索赔200万，要么立刻打款，要么开庭，身败名裂。放屁！王阳出生不如，我撕烂你的嘴！
别冲动，动手脏了手。想要钱，回去告诉王阳，等着开庭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。也不识好歹，不赔钱我闹到全小区都知道。滚！5秒内离开，否则我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。网暴、传票，好戏开场了，你们急着找死。我的反击现在也正式开始。蹲着，装死没用，赶紧起来！怎么反击？领养证明都摆出来了，证据确凿。一张纸算什么？你咬死不认，没人知道真假。立刻拍视频，就说赵秀梅为了甩责任吞财产，伪造了收养证明。你就说长相随王正军，咬死自己是亲生的，没医学证据，舆论战还没说，快拍！网友别被骗，赵秀梅的收养证明是假的，我是她亲生儿子，她是不想给钱才撒谎，谁信她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既然你找打，我就成全你。求锤得锤。我怎么会是养子？你居然真是捡来的野种！废物，你不是亲生的，还拿什么挣500万？你害死我了！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热搜上被称为冷血无情、弃养孙子的恶毒婆婆赵秀梅。今天录这条视频，不为辩解，只为公开真相。视频里哭诉被我抛弃的王阳根本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王阳是我从孤儿院收养的养子，白纸黑字，民政局公章在此，具有绝对法律效力。这不可能！赵秀梅怎么敢把这些发网上？她不要脸面了吗？我把王阳当亲生儿子抚养、娶妻、买房，这每一张纸都是我给他转账的流水，从几十块饭钱到30万彩礼，再到500万大平层婚房，我倾尽所有，每一笔付出都有据可查。我赵秀梅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绝不会再为王阳的巨婴行为买单，也不会被他们的道德绑架左右。真相在此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完了，老婆，全网都在骂我们，水军也跑了。不可能！蹲着，装死没用，赶紧起来！怎么反击？领养证明都摆出来了，证据确凿。一张纸算什么？你咬死不认，没人知道真假。蹲着，装死没用，赶紧起来！怎么反击？领养证明都摆出来了，证据确凿。一张纸算什么？你咬死不认，没人知道真假。立刻拍视频，就说赵秀梅为了甩责任吞财产，伪造了收养证明。你就说长相随王正军，咬死自己是亲生的，没医学证据，舆论战还没说，快拍！网友别被骗，赵秀梅的收养证明是假的，我是她亲生儿子，她是不想给钱才撒谎，谁信她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既然你找打，我就成全你。求锤得锤。我怎么会是养子？你居然真是捡来的野种！废物，你不是亲生的，还拿什么挣500万？你害死我了！
意的畜生，人家好听收养你，给你买车买房，把你当亲儿子养，你居然顾水军网暴恩人，你还有脸出门晃悠，简直丢尽了人脸！你居然顾水军网暴恩人，你还有脸出门？别拍了，别骂了，认错人了。你跑回来干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老婆，外面的人都认出我了，全网都在骂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还有脸喊我老婆？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！我以为你是个富二代，结果你居然是个没人要的野种！你不仅没本事从赵秀梅手里拿到1分钱，现在还成了全网的笑柄！我跟着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小月，主意都是你出的，小作文是你让我写的，水军也是你雇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把责任全推给我！你敢顶嘴？你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你还有理了？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王阳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！张律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咱们不是说好要起诉的吗？起诉？起诉你个头！我张某人打了一辈子官司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人家赵秀梅女士好心收养你，把你从小抚养长大，你不仅不感恩，居然还敢捏造事实起诉索赔，还敢雇水军网暴你的恩人，你简直枉为人！张律师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闭嘴！你这种浪费司法资源、毫无人性的案件，我就算砸了这块金字招牌，饿死街头，也绝对不会再代理半个字。这是你交的1万块钱代理费，拿着你的脏钱滚！妈，你开开门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忘恩负义，我不该起诉你，我不该在网上写小作文骂你。妈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求你了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，我快被小月一家逼死了。爸妈，你们终于肯见我了，你们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王阳，收起你这副鳄鱼的眼泪。我对你的收养情分，早在你拿着断亲书逼宫，无休止地向我索取，甚至雇水军网暴起诉我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彻彻底底地耗尽了。从今天这1秒钟起，你我之间再无任何瓜葛，你的死活，你媳妇的去留，你孩子的出生，都与我和王正军毫无关系。我们老两口今天正式彻底的抛弃你这个白眼狼。王阳啊，我们抚养你30年，给你买房买车，仁至义尽，是你自己被贪婪蒙蔽了双眼，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，忘恩负义。今天你落得这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不，爸妈，你们不能不要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一定给你们养老送终，我再也不敢要钱了，求求你们了。好自为之。
你这个全网唾骂的白眼狼，以后少来沾我们家的边儿。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妈为什么把我的行李全扔出来了？别叫我老婆，王阳，咱们完了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要饭花子的德行，你不仅是个没人要的野种，还是个身败名裂的废物。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跟着你过这种烂日子？不，小月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啊，那是咱们的亲骨肉。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得为孩子想想啊。孩子，王阳，你少做白日梦。那个拖油瓶，我昨天下午就已经去医院打掉了。你把孩子打了，你怎么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废物生孩子？生下来跟着你一起去天桥底下要饭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妈已经给我找好了新的相亲对象，人家是正儿八经大老板，还分娶进不素。我马上就要嫁进去当阔太太了。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赶紧带着你的破烂滚远点儿，别挡了我的财路。秀梅，快尝尝，刚去楼下买的新鲜椰子，老板说甜得很。秀梅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多亏了你当初果断，在酒店里直接签了那份断亲书，狠狠斩断了王阳和小月那两个吸血鬼。要是咱们心软，把那500万卖房款拿去给他们填窟窿，咱们老两口现在指不定在哪个漏雨的地下室里啃馒头呢，哪有现在的神仙日子？老王，人老了就该为自己活。咱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本，绝不能被那种没良心的巨婴拖累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王阳落得流浪街头的下场，那是他自己选的路。咱们啊，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对，为咱们自己的日子干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秀梅，慢点走。刚才老板说这橘子特别甜，我回去给你切。你现在倒是会享受了。那还不是跟你学的。人老了，就该为自己活。是啊，为自己活。找了1年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能过得这么好？凭什么我什么都没了？赵秀梅，你毁了我！我要你偿命！王阳，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都是你们逼的！你们不要我，全网骂我，小月也不要我，我活成这样，全是你们害的！没人害你，是你自己做到今天！救命！有人持棍伤人，快报警！快叫救护车！我报警了！快，那边有人受伤！秀梅，秀梅，别过来！就是他，他手里有棍子！放开我！赵秀梅，你别想好过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！王阳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道错在哪里。
你不是被我们毁了，是被你自己的贪婪毁了。疼不疼？你怎么那么傻，直接冲上去干什么？我不冲上去，我不冲上，难道看着他伤你？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上一世让你一个人受苦，这一世我说过，要护着你。我也不是只会躲在你身后的人，刚才我没怕，我去叫人了。我看见了，我们家秀梅还是这么厉害。秀梅，你真好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个？就是这个时候才要说，以前总觉得日子还长，话可以后慢慢讲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想说的话就得趁人还在、肖阳还好看的时候说。那你以后每天都说。好，每天都说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没有再站在原地等命运审判。我们救下了彼此，也救下了余生。被告人王阳因长期纠缠、威胁赵秀梅、王正军，并持械伤人，造成被害人王正军头部受伤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妈，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王阳有期徒刑，并赔偿被害人相关医疗费用及经济损失。今天风真好。以后都是好日子。王阳判了，小月也嫁人去了，咱们这回是真的清静了。清静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争来的。为咱们自己的日子干杯！干杯！人这一生，最难的不是忍，而是醒。醒了就别回头。余生很贵，要留给值得的人。